给了模型更多色彩和可能性，但是不仅要有独立空间，还要购置很多配套的设备和工具，本身就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。今天用 HG 脉冲搭配 EW 命运配件包，改个阿尔莎白脉冲。如果你做好了准备，那这期视频我们就从喷笔开始讲起，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即便你没做好准备，也可以了解一下，因为喷笔真的是很精密有趣的工具。这是一根我新买的盐田 HP CS 0.3喷笔，新手我也会更推荐0.3口径，使用时只需要轻轻按下后拉扳机就可以喷出油漆。原理是喷笔有气道和漆道两个通道，交汇之时通过一个针一样的位置分散成细密的漆雾，越好的喷针和内部抛光，还有释放气和漆的通道位置调校的同心度越高，在低气压的情况下雾化效果就越好，喷出的漆面就会越细腻。盐田的喷笔我用很多年啊，像 HP CH、CMCP2 都挺不错的。买这支盐田的原因是它可以用来喷涂像水性漆、补土、消光等大颗粒的油漆喷涂，也可以更换 0.5 的喷头，通用性会更强。那这个原理听上去简单，还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。首先你要准备一条配气泵的管线，准备一个气泵，一个带排风的喷漆箱，一个防毒面罩，一次性钉钉手套，这个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，但不会被稀释剂腐蚀，和一些上色夹、猫抓板。喷笔在使用时需要注意，轻轻按下出气，后拉出漆。如果你想让出漆保持恒定，就可以把扳机向后拉，松开外漏用来固定喷针的旋钮，再让扳机回弹，就会变成直接按下就出漆了。学好喷漆姿势，也能很大程度上减轻长时间喷漆的疲劳。如果是精细一些的喷涂，比如喷阴影，就可以采用食指来扣动扳机，食指扣动长时间会很累啊。如果是大面积喷漆，就可以选择大拇指来扣动，当然也可以这样或者这样。根据自己尝试后的感受进行调整，在喷涂有复杂细节的零件时，就要调小气压了。先把零件拐角和边缘位置喷一遍，再大面积喷涂，这样漆面会更均匀一些。喷漆的方式呢，可以小面积抖喷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大面积扫喷。但要明确说的一点就是，松扳机时一定要手指控制住，不要放任它直接弹回，不然喷嘴很容易激起，就会喷口水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喷着喷着突然出现大块的油漆斑点，当然吐口水还会出现在长时间大出漆的情况下，所以也不建议直接拉到底进行喷漆，手指控制着稍微留一点余地。至于气压、距离和喷漆时的动作，还有出漆量，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。最后就是洗笔了，这里会用到模型专用的洗笔液，没有的话稀释剂也可以。洗笔液倒入笔壶，将第二节喷嘴拧开一段，向后掰动扳机，空气就会回流。通过这样的方式清洗喷笔内部之后，拧起喷嘴，喷出一些废料，再将废料倒出，用无尘纸擦干净壶内和外壁上的残留，最好是准备一些无尘纸啊。正常的卫生纸很容易将碎屑残留在喷笔里，导致喷出的油漆有颗粒甚至毒笔。做模型你会考虑喷漆吗？或者是有什么小技巧？我们在评论区里聊聊吧，拜拜。